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和大家讨论一种中国的网络现象，也就是擦边文化，或者说软色情的文化。这个话题很早以前就和朋友探讨过，当时觉得特别有趣，但一直没顾上整理。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首先来概括这种擦边文化的现象，并尝试分析这种欲望的机制。我不会像一般的分析者那样，仅仅指出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性压抑太严重了，就解释完了。这当然是事实，但我们重点要探讨的是当事人在擦边的过程中是否感到真正的满足，以及当事人是否误认了自己的欲望。需要提前说明的是，本期视频没有任何批判和否定这种现象的意思，我本身对此持有相当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包括我这期视频本身也在擦边。在之前的这期讲性幻想的视频里，我们也说过，一切性幻想本身都是值得被尊重和理解的。因此，我们做这个视频纯粹只是为了探讨当事人的真实需要。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首先，我们说擦边文化是一种建立在性暗示的网络亚文化现象，和传统的色情文化不同。擦边文化主要通过凝视性器官之外的人体部位或物品来获得快感，比如女性的足部、丝袜、男性的喉结、手臂上的青筋等等。在擦边文化中，这些部位都被编码为了一组性感符号，并形成了复杂和抽象的黑画。而这些黑画必须在特定的语境和共同体中才能被解码。在评论区、弹幕和各种短视频平台下，观众们通过互相识别暗号、起哄、戏谑来实现狂欢。擦边文化不像传统情色作品那样最终通向性交或高潮，而是永远停留在前戏、暗示、暧昧的边缘。擦边文化的扩张和繁荣是现实中的性压抑和孤独感。正如我们在讲早恋的那期视频里所说的，中国社会对早恋的限制和约束，加上两性教育的缺乏，使得学生们在青少年时期缺乏与异性高质量的互动。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的极大丰富，使得个体的个性分化的进程开始大大提前。原先的人际交往通常建立在相似的生活经历和共同的社会背景上，如今即使在相同的生活环境下，由于接触的信息不同，人们也会逐渐分化出不同的价值观、审美标准和情感诉求，这会导致在现实关系中找到共鸣越来越困难。我想强调的是，网络并不必然导致个体的孤独和封闭，也并不意味着社交质量一定更低。中国的许多网络社群之所以没能给个体提供真正的社会支持，是因为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本身就没有经历过对彼此个性的尊重，缺乏沟通、协商和平等交流的习惯。因此，他们组成的网络亚文化的社区可以说是现实的中国社会的投影和翻版，甚至是放大了现实中本就存在的恶习。比如在小圈子内部继续斗争和倾轧，无底线的在网上搞大自爆、批斗会、互相暴露隐私，以及各种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等等。另一方面，网络本身是有利于个体从更广大的范围内筛选出真正能够和自己产生深度共鸣的人，这本来是一个现实社交不可比拟的优势，但这种筛选的门槛是比较高的。个体需要明确自己的身份，需要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兴趣、价值观和思想，这其实是需要花时间精心思考和建构的。与此同时，要找到和自己真正能够共鸣的人，单靠浏览和点赞等简单的互动是不够的，个体需要主动去参与深层次的对话和互动，要使用更加清晰和精准的语言，这样才能让有相似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人找到你。但这些都需要个体付出时间、精力和情感。在这种背景下，网络在社交上的巨大潜力和优势并没能得到发挥，但网络的男女对立的气氛却加剧了个体的孤独感。于是，在现实中发生亲密关系和性爱的成本与难度都在增大。我们说，真正满足的性体验应该是一种全方位的互动，不仅包括身体上的基础，还包括情感、精神上的链接。这未必需要在灵魂层面有多么深刻的彼此理解，但起码应该有基础的信任和尊重。而在现实的压力下，性行为和性快感都在被快速的符号化，
性退化为可消费的、去关系化和低风险的符号性快感，擦边文化正好填补了这一位置。它是一种既能满足欲望，又能规避现实代价的象征活动。个体在其中可以尽情地表现自己的性幻想，而它的匿名性和虚拟互动的性质，也让个体能够在不必承担实际责任和风险的情况下获得满足。但这种符号化的快感和满足是缺乏与对象深度链接的，它更依赖于瞬时的刺激或短暂的满足，而不是长期的情感和身体的共鸣。因此，这种快感也是非常短暂和表面的。那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任何网络上的色情文化都有这种倾向，那么擦边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涉及我们要谈论的第二点，那就是在擦边文化中，个体的欲望表面上是一种指向异性身体的个人的生理性欲望，但实际上这种欲望并非简单的性欲，而是对于被承认和被关注的社会性的欲望。这种欲望甚至在很多时候是指向同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男性网友会想看某个女性博主发自己的露腿或者露脚的照片，其实那未必是这个女性的真实照片。这些男性网友可能也知道这一点，甚至这个女性博主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女性，但许多男性网友仍然觉得非常刺激和兴奋。这种兴奋程度比起他们自己在色情网站上看图还要更高，哪怕后者暴露的部位更多。再比如说，在一个全部都是男性群友的微信群里传播一些擦边图片，这些图片从暴露程度上未必很高，但当它变成一种群体性的观看行为时，就比自己一个人观看非常色情的图片还要更兴奋。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真正追求的并不是一种仅限于主体内部的自我中心的欲望，而是自己的欲望被他者承认、看见和接受的过程。前者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就是说欲望都是自我中心的，个体的欲望仅仅是追求纯粹个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是自足的，而不需要通过外部的他者反应或认同。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就连人的吃饭、喝水这样的生理需求，其实背后也都隐含着他者的目光，也都是社会性的。我们在4月13日的这期视频里也提到，黑格尔认为，自我的产生总是伴随着他者出现的，人只有在他者的承认和互动中才能确立自己、发现自己。动物也有某种社会生活，比如蚂蚁内部也存在分工协作，甚至还有等级制度，但动物们的这种社会生活仅仅是为了维系种群的繁衍，并不具备生物学之外的精神层面的意义。而人在社会中的互相承认，则不应该首先被视为是被迫的，而直接的就是人的本质。自由意志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建立起来。拉康的他者理论也继承了黑格尔的这种思想，只是拉康对他者的看法要比黑格尔更加负面和悲观。在黑格尔那里，他者的出现总体上是一种积极的东西，而拉康则认为，小他者和大他者的出现则导致了主体的被异化。大他者是社会秩序的象征性结构，包括文化、法律、道德和语言等在内的一套规范。当我们和他人交流时，我们的言说首先是建立在一套公认的文法规则上，这套规则往往是隐形的、默认的。但拉康认为，语言规则会使个人异化，因为语言并非由个体自主创造，而是由社会传承下来的一套符号系统。个体从出生开始就被语言所塑造，并且只有通过语言才能与其他个体互动交流，但这些规则常常无意识地改变和操纵个体的欲望，使个体将他人的欲望误认成了自己真实的欲望。拉康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只有个体相信上述的符号规则，并按照那些规则行事，大他者才存在，因此大他者也是虚拟的、非实体和脆弱的。在擦边文化的语境下，当网友与博主、网友与网友之间互动时，由于大家都默认了一套符号规则，因而大他者就总是在场的。这个大他者是这样一种符号秩序，它由网络平台推送的内容机制、群体中不断重复的欲望的能指，以及对什么是性感的默认标准所构成的。你本来可能是想与另一个异性之间建立起一种个人化的亲密接触的体验，而不是想看千篇一律的丝袜或喉结，
但在大他者的注视下，你的欲望指向的并非异性的身体部位，而是这些部位在特定文化和符号体系中的象征意义。正如那个经典的故事所说的，有一个工人被怀疑偷盗了工厂的财物，他每天下班，保安总是仔细检查他的手推车，但却一无所获，因为手推车里总是空的。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工人偷的就是手推车本身。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符号与行为的背后存在着更多隐秘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男性网友对一个可能不真实的女性博主的照片仍然能感到兴奋的原因。他们的欲望并不真正是对异性身体的渴望，而是通过这种图片以及与他者的互动来满足自己欲望的被看见和被确认的需求，也就是确认自己的性欲是合群的、正当的。对这种被承认的欲望，才是当事人的更深层的欲望。因此，哪怕这个博主账号是假的，但大他者依然在起作用。因为平台的界面结构、图片背后所营造的那些性感的人设、评论区的那种众人一起擦边的氛围等等，都是在场的，而这些因素共同确认了当事人欲望的合法性。最终，当事人认同了这样一套对于性感的编码方式：性是符号化的，性不需要面对真实的他人，只需面对图像、短视频，甚至某些文字就可以了。性的满足就体现在互相点赞、收藏、关注和评论之中。关于这种欲望的误认，我们在10月20日的那期讨论中国企业文化的视频也提到过。当时我们说，许多中国企业都存在着男性上级对女性下属的性骚扰，包括性暗示、调侃、挑逗、讲黄段子以及令人不适的夸奖。在很多中国公司聚餐的酒桌上，男同事们的一个常规娱乐项目，就是开在场女同事的黄色玩笑，或者问一些严重侵犯个人边界的问题。这都不能被完全归结于一种下意识的本能冲动和性满足。当事人看似是在表达自身对女性的性欲望，但实际上是为了契合男性共同体的共识，也就是努力使自己符合男性群体的行为规范，并通过这种行为来强化自己在群体中的身份。正如我们在那期视频所分析的，在这种企业文化中，即便男性领导和男性员工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但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又往往能形成某种隐秘的共识，也就是不论存在何种阶级差异，认同这种逻辑的男性都默认自己具备某种凝视女性的特权，都可以在酒桌上开那些令人不适的玩笑。因此，这种隐秘的共识常常是领导缓和矛盾的重要手段。对女性的凌驾感和优越感，成为了这部分男性之间的一种调和剂。无论是领导还是下属，彼此都可以通过共同凝视女性来拉近彼此的距离，缓解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一时刻，男性领导和男性员工之间仿佛放下平日的恩怨和矛盾，缔结了一种特殊的、超阶级的精神纽带。这与擦边文化的共性在于，当事人都是遗忘了自己的真实需要，转而接受这套被大他者制造的欲望图谱，并将其误认为自己的喜好和偏好。那说到这里，相信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我并没有对这些欲望做出任何道德上的批判。相比于去评判欲望的对错，更重要的问题是认清楚符号是怎样诱导和异化我们的真实需要的。虽然异化的现象难以避免，但如果符号的交换和生成能够更加精细、深刻、更加开放和去中心化，而非垄断在某个群体或者机构手中，那么这种符号也完全可以成为促进个人自由与个性的工具。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